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要实现自己期望的理想人生，并不是增加要做的事情，而是从舍弃开始。我相信，许多人每天都在努力改变自己，比如他们可能会开始着手获取资格证书、学习外语或者提升商业技能，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如果你正在全力以赴地争取某种资格证书，并对该领域充满兴趣，或者因为热爱语言而感到快乐，那就太好了。但如果你现在所投入的努力并不是你真正想做的事情，那么你就不应该继续努力下去了。相反，你应该考虑放弃。事实上，有时候只需要放弃一些固有的观念，你就能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取得成功。由于固有观念的束缚，你可能错过了许多重要的事情，包括时间、精力和人际关系。通过舍弃这些束缚，你可以重新找回那些重要的东西，并逐渐改善自己的生活。当你变得更好时，奇迹般的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好事情会发生。请务必阅读这本书，学习断舍离，改变你的生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伊庭正康先生所写的《拥有一切的人应该舍弃的41件事》。他将解释41件事，这些事说明了放弃一切才能得到一切。那么，让我们开始吧。今天的内容如下：第一部分是放弃成为好人；第二部分是舍弃得失心态；第三部分是舍弃错误的美学观念。虽然本书中列出了41个应该舍弃的事情，但要介绍所有内容确实有些困难，因此我选择了8个内容。这些内容不仅适用于正在从事工作的人，而且对更多的人都具有启发作用。我将把内容分成几个主题，以方便大家阅读感兴趣的部分。现在，第一部分，我想以放弃成为好人这一主题，来讨论以下应该舍弃的3个方面：一、因为口才不好，所以不擅长与人相处的固定观念；二、不能说不的自己；三、第二次会。我会解释这3点。那么，首先我想从因为不擅长说话，所以不擅长与人相处这种固定观念开始。现在我相信，在座的一些人可能会因为自己不擅长说话而感到不自在，或者因为自己不擅长说话而讨厌自己。有相当数量的人有这种感受。当这些人要面对公众时，他们可能会担心自己的紧张情绪会被察觉到，担心自己的言辞不够流畅会被发现，也担心自己会给别人添麻烦，因此不自觉地努力扮演一个并不完全符合理想形象的自己。事实上，真的没有必要担心自己是害羞或者不擅长说话。如果说话不够流畅，也无需勉强自己变得更好，也不需要担心因为交流困难而给别人带来麻烦。实际上，真正会给别人带来麻烦的，往往是那些像机关枪一样自顾自不停说个不停的人，或者是那些只顾着谈论自己的人。总之，不擅长说话的人更应该被视为能够与他人进行良好交流的人，而不是设法掩饰自己的害羞。对于害羞的人来说，将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反而更加明智。害羞的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优势，他们通常擅长问问题，这样可以提高对方的好感度，而且通过成为一个优秀的倾听者，他们可以更容易地赢得他人的信任，并且在聆听他人谈话的过程中增加自己的知识。说话是否流畅并不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有时候可能不得不在工作中发言，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应该尽量避免不擅长的事情，把它交给擅长的人来做会更好。那么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些成为优秀倾听者的技巧。在日常生活或工作中，很多人在与他人交谈时都会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很好地对对方的话做出反应。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担忧，那么请务必尝试以下技巧。这个技巧非常简单，只需要记住3点：为什么、怎么样、如何。只要做到这3点，就能避免尴尬的沉默和不自然的中断，使对话不断发展，成为一种像魔法般的提问方式。为了更清晰地说明，举一个例子吧。当你问对方你周末通常会做些什么呢？
对方可能会回答说：“我经常带孩子去海边钓鱼或者去远足。”然后你可以进一步问你的孩子多大了，对方可能会回答他10岁了。接着你可以问：“那你为什么会和孩子一起去海边或山上呢？”对方可能会回答说：“因为我平时工作到很晚，没时间和孩子交流。”然后你可以说：“这太棒了，你们在一起会谈些什么呢？”对方可能会说：“他说学习没意思，学校很无聊。”接着你可以继续问：“那你对他的回答有什么想法呢？”对方可能会说：“我也不是很喜欢学习。”这样你就可以和对方进行一场深入的对话了。现在看起来怎么样？你会发现对话不断深入，这样的对话方式自然地延伸开来，不需要强行说出在我们家孩子身上就更糟糕了之类的话来试图让气氛活跃起来。只要运用好这3种方法，气氛就会自然地热络起来。通过善用这些魔法问题的方法，你会发现害羞或口才不好并不是缺点，相反，它们可以成为你的武器，让你更加自信。接下来，让我们来解释第2个要舍弃的事情：无法拒绝的自己。我相信很多人都曾为此感到困扰，所以请务必学习如何应对。例如，当被邀请时，很难说出“不”这个字，或者当被邀请参加饮酒聚会时，会不禁想着至少露个面。你是否有过这样的困扰呢？人际交往当然很重要，所以我能理解不愿拒绝的心情。但是如果接受了所有的邀请却并不感兴趣，那么你可能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作者提到自己曾经因被迫参加聚会而感到疲惫不堪，导致无法集中精力工作。如果等到身心俱疲后再拒绝，那就太迟了。因此，当需要拒绝时，必须明确地表达不。那么，如何在拒绝他人的同时，不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合群呢？答案就是使用“是的，但是如果”的方式进行拒绝。我来举个例子来说明。当别人邀请你参加某个活动时，你可以这样回答：“谢谢你的邀请，今天我没有时间，但如果是明天的话。”这样，你先表示了肯定，然后再提出了替代方案。这就是“是的，但是如果”的拒绝方式。也许有些人听过“是的，但是”这种拒绝方式。这种方法在一些沟通技巧的书籍中经常被介绍。当别人邀请你参加某个活动时，你可以回答：“谢谢你的邀请，今天不太方便，但如果是明天的话。”先表示肯定，再提出反对意见。这就是“是的”和“但是”的拒绝方式。当然，这种方式也不错，但是如果的方式更为灵活。你觉得呢？再举个例子，假设对方要求你今天去新宿见面，你可以回答：“哦，新宿啊，确实不错，不过我今天实在是没有时间。但如果可以在东京站见面的话，我这边倒是有点空。你觉得怎么样？”使用“如果”这个词，你可以轻松地拒绝。这种方法的有趣之处在于，即使语境有些怪异，也能够完美的适用。为了让双方都感到舒适，我建议你尝试一下这种方法。当然，人际交往有时是很重要的，所以不要觉得可以用这种方法拒绝所有事情。如果你因为困难而无法拒绝邀请，可能会让人际关系变得紧张。更糟糕的是，你自己也会感到不舒服。当你不得不拒绝的时候，请尽量以一种让彼此感到舒适的方式明确表达出来。接下来要解释第3个要舍弃的事情：2次会。虽然我们的观众中可能有未成年人，但在未来的生活中，您可能经常被邀请参加公司的饮酒会或其他活动，例如与同事的交流会或聚会。当你开始能够喝酒时，为了不勉强自己，我希望你一定要听一听。宴会或饮酒会的第1场通常带有浓厚的社交色彩，下次则更多的涉及饮酒，是互相交流的时刻。特别是在2次会，大多数情况下难以改变气氛，但有些日子你可能真的想早点回家。在那种情况下，你并不需要勉强自己参加。在你是主角的聚会中提前离开会让人觉得有些抱歉，或者有什么事情想要在2次会上完成，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特殊情况。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则没有必要勉强参加。
请记住，即使你强行参加，大多数人也不会记得2次会上发生的事情，只有想去的人才去就好了。当然，我也理解不想被认为是一个不合群或者讨人厌的人，因此有一种成熟的方式可以礼貌地拒绝参加2次会，那就是在第1场活动进行中，暗示地说今天谢谢了，今晚的2次会可能有点困难，但请不要做以下的事情不表达感谢。1场活动结束就匆匆离去，这样做缺乏考虑，会破坏人际关系，请尽量避免。另外，我还想分享一种更明智的拒绝方式。如果你是前辈的话，你可以在离开时给留下的晚辈一些钱。对于34人的聚会来说，1万日元应该足够了。这样做不仅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慷慨的前辈，而且比参加2次聚会后再乘坐出租车回家更省钱。通过学习这种聪明的拒绝方式，你可以提升自己的声誉，而不必浪费时间。请务必尝试一下。接下来，我将解释舍弃得失的概念。那我们来讨论一下放弃的概念。首先，我想分享3个关于如何放弃的主题。我想要谈论3件事情：1、积分卡；2、渴望即使是1日元也要更便宜的欲望；3、现在的1万日元。我希望能够放弃这3样。第一个主题是关于放弃积分卡的。对于那些钱包里堆积了各种积分卡的人来说，这个话题很重要。通常来说，追求眼前的好处往往会导致长远的损失，而积分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是不是一个很看重积分卡的人？你是不是因为积分而尽量在同一个商店购物？实际上，作者认为这样做更有害。由于积分卡的存在，每次购物都去同一个商店就成了一种习惯，很难尝试新的店铺。换句话说，你可能错过了新的机会。如果你认为这是个问题，那么就立即放弃那些你1个月都不会去的店铺的积分卡吧。即使你目前还在那家超市购物，保留积分卡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让我们来看看其他的积分卡吧，比如按摩店、超市等等，它们的回报率如何呢？如果你去按摩店15次，第16次的基础项目就可以半价；如果你去了30次，第31次就可以免费入场。但这些对我们的人生影响并不大。因此，如果你有一张1个月都没有使用过的积分卡，那么就放弃它吧。不同店铺购买不同的体验，比在同一家店铺购买相同的体验更能让人感到幸福。这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副教授伊丽莎白丹所强调的观点为：通过体验购买可以让人更幸福。通过放弃积分卡，你会腾出钱包空间，未来这个空间可能会被金钱填满。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放弃的第2个概念：渴望即使是1日元也要更便宜的欲望。特别是对于那些总是希望购买便宜货的人来说，这个话题值得一听。所以，请务必留意。现在，让我们来谈一下那些只注重省钱的购物者是否理智。为了购买优惠的福袋，人们会早起排队，或者在网络购物中比较多个网站以找到最低价格。甚至有些商店宣称，只要比其他店贵1分钱，就告诉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可能会花费大量时间去寻找最便宜的商品。但是，请思考一下，为了省下一点钱而努力，真的值得吗？这样做真的能带来利益吗？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样做很有趣，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爱好，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追求最低价格的同时，我们也在浪费着我们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时间。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没有比我们生命中给予的时间更宝贵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改变思维，将花费1小时去寻找便宜货的时间，转变为用同样的时间去赚钱呢？换句话说，用金钱来买时间，1小时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阅读、交流、跑步、参加课程等等。为了获得宝贵的1小时，养成选择快捷而不是便宜的习惯非常重要。比如，你可以选择一张一张给衬衫熨烫，或者将它们一起送到干洗店。前者虽然不花费金钱，但却需要时间，所以应该购买时间。
而不是选择方法。当你感到犹豫不决时，请选择快速而不是便宜的方式。通过这样获得的时间，你就可以自由地进行活动了。接下来，让我们谈谈放弃的第3个概念，即如何对待手头的1万元。当你听到节俭者这个词时，你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也许你会觉得节俭者就是吝啬的人，但实际上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节俭者是不浪费资源，把省下的钱用在重要事情上的人。他们知道如何用钱让生活更丰富，愿意为他人的快乐花钱，并且勇于为自己的未来投资。吝啬一词指的是那些只重视眼前利益，即使是对重要事情也吝啬的人。这样的人既不愿为他人，也不愿为自己的未来花费金钱。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吝啬鬼不仅无法获得金钱，也无法得到人际关系上的支持。当然，每个人每月可支配的金额都不同。我并不是在说你应该进行大量的捐赠等。作为参考，你可以考虑这样：如果你手头只有1万元，你会用其中一部分来帮助他人或者投资于未来，即使是500日元也可以。无论如何，在你的财力范围内，尽量将钱用于眼前之外的事情上。金钱的使用方式可以改变人生。让我给你讲一个在这本书中提到的故事，讲述了一对依赖某个年金生活的老夫妇的经历。有一天，他们从一个销售员那里购买了一辆国产小车，这位销售员的服务态度非常好，于是老夫妇就送给他一条价值1万元的领带，以表示感谢。这位销售员非常惊喜，并表示这是他至今为止最开心的一次。那时，老夫妻的钱包里少了1万日元。如果是一个吝啬的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已经购买了汽车，并为销售额做出了贡献，为什么还要把这笔钱浪费在这种方式上呢？但是对于老夫妇来说，这是正确的金钱用途，所以他们也感到满足。而且据说，对于这样的人来说，经常会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比如，当他们走路去车站时，突然有车停下来，司机邀请他们搭车。或者，当他们在犹豫是否要建房子时，工匠们主动前来帮助他们建房。据说他们只收取了材料费用，而且所花费的费用都比市场价位低。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因为他们不只是为了自己而花钱，所以新的循环就此产生。他们从中得到了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喜悦，也看到了为自己未来投资的回报。精明的节俭能让生活变得更顺利。我想要对那些觉得自己过去可能有点吝啬的人说，希望你们从现在开始朝着节俭的方向努力，不要再吝啬了。要成为一个节俭者，不只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而花钱，要学会投资于他人和未来，过上丰富的生活。接下来我要解释放弃错误美学的概念。在这个主题下，我想首先讨论2个方面。首先是不要向光荣妥协的美学，我们将逐一解释这些观点。首先，让我们来谈谈不向光荣妥协的美学。人类天性中常常想要展现自己的好一面，但当你学会放下这种情绪时，你会变得更受人喜爱。在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不向光荣妥协，意思是不去追求别人的光辉或品牌等的尊严，而是通过与之接近来展示自己与之相关，从而提高自尊心。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也有这样的情感，比如与名人合影，在高级酒店或餐厅享用美食等，希望别人看到自己酷炫的一面，期待得到点赞。坦率地说，这种欲望最好放弃。当你收到反馈时，或许会感到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但很快你又会感到内心空虚。周围的人只有说很棒这一个选项，因为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你对这种反应感到高兴，只是一瞬间的事情，那种兴奋很快就会消退，不安感会涌上心头。这是因为这种自尊心并没有真正的自信作为支撑。然后，你会上瘾于寻求光荣，就像沐浴阳光一样，反复追求光荣，但在某个时刻却会感到孤独。追求光荣的行为类似于自称行为，
这种追求只会让你更加迷失自我，而不是让自己得到认可。你无需刻意去寻求别人对你的关注和认可，周围的人应该会接受真实的你。了解这一事实，才是建立真正自信的捷径。接下来，我想要围绕着抛弃错误的美学意识这个主题，依次讨论以下2个方面：一、赞美自己的倾向；二、不抱怨的美学意识。首先，我想要解释一下赞美自己的倾向。现在，大家都倾向于想要展现自己的优点，这是人类的本性。然而，当你能够摆脱这种情感时，你会变得更受人爱戴。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荣光欲的概念，它不是深层的渴望，而是像日光浴一样渴望他人的荣耀或品牌等权威。换句话说，通过与这些人或品牌保持亲密关系，以显示与之相关联，并增强自尊心的心理过程。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呢？比如和名人一起合影，在高级酒店或餐厅用餐等，希望别人看到自己酷酷的感觉，想要他人点赞。明确地说，这种欲望是需要抛弃的。当收到反馈时，确实会感到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但很快你会发现心中又有了空洞。周围的人只能选择对你说好棒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满足一时的快感很快会消失，不安感会袭来。这是因为这种自尊心并不是真正的自信所支撑的，而是一种表面的行为，类似于自称行为。实际上，周围的人应该会接受你的真实自我，而不需要你刻意吸引他们的注意。了解这一事实，才是建立真正自信的捷径。第二个是不抱怨的美学意识，因为我觉得这个内容适用于很多人，所以请大家继续观看。很多人都被灌输了不吐怨言的思想，比如不要抱怨，忍耐一下，不要哭诉等等。从小到大，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人也不在少数，特别是很多男性，尤其是长子或长女，可能被告知你是男孩子，不应该哭诉，你是哥哥姐姐，应该要懂事等等。当你反复听到这些话时，自然会认为抱怨是不好的，抱怨是不应该的。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不敢吐露怨言，不敢展示自己的软弱，也许会导致内心在某个时刻崩溃。所以，从今天开始，不再这样想也没关系。作者曾经也认为抱怨是不应该的，但现在却意识到，有时候表达内心的困扰反而会更有利。他分享了一些经历，证明了这一点。有一位经营着某软件公司的作者的晚辈，听说他经营着一家员工约30人的小公司，生意非常顺利。然而，据说这位晚辈在公司创立之初，连软件都不擅长，甚至连 Excel 的公式都无法正确设置。尽管如此，他却成功地创立了一家软件公司。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身边聚集了擅长软件、财务和销售的人才，而且这些人还不断引入其他优秀的人才。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不要试图独自承担所有事情，而是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交给擅长的人去做。但是如果周围没有人能够替你弥补你的不足，那么你根本就不会依赖别人。为什么作者的晚辈会吸引如此多的人聚集在他身边呢？那是因为他经常抱怨，他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却不能独自完成。他会直接说出自己的困难，请求帮助。他会坦率地承认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是强迫自己不发一声抱怨。然而，过多的依赖别人帮助的做法，会让他变得越来越不擅长寻求帮助。不抱怨的人通常在不加注意的情况下会变得严厉，这会导致他们与他人疏远。在生活中，能够坦诚表达自己的不满是非常重要的。拥有依赖他人的能力是绝对有益的。当然，说出怨言并不意味着说别人的坏话或诋毁别人，这样的言论可能会让他人远离你。但当你遇到困难或需要帮助时，应该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这样做会吸引信任你的人前来协助你。吐露怨言是一种依赖他人的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技能。那么大家觉得如何呢？
尽管我们之前强调了放下的重要性，但这里也提到了不应该放下的事情。就像常说的，他们这么做，所以我也这么做。这是一种日本人常见的思维方式。如果仅仅根据别人的选择来决定自己的方向，那么这是不可取的，应该自己思考。但如果只是因为大多数人这么做，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那么中途很可能会遇到困难。有些人发现之前期待的道路实际上并不存在了，而之前存在的道路现在也已经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去自己思考的人会盲目跟随他人的选择，因为别无选择。但是跟着大家做同样的事情，并不意味着就能成功。如果这样就能成功的话，那么所有人都已经成功了。有时候可能会选择与他人相反的方向，虽然周围的人会阻止说这样做太冒险了，但是这些建议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据。那些能够自己思考并做出决定的人，会发现比那些不做思考的人更多的选择，因为他们可以选择对自己来说最合适的道路，并且能够更快地达到目的地。当然，并不是说不要借鉴憧憬的人或者参考别人的建议，但不要盲目接受所有的建议，而忽略了自己的思考。不要丧失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因为比任何建议都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自己思考的事实。永远不要放弃自己做出决定的权利，这一点非常关键。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